战印站在阳台的门口，并没有惊动他，默默地看了他足足1分钟，便转身走了，拎着他老婆为他打包好的美食点心，出门上班去。出门前，他还是跟海童说了一声：“我去上班了。”开车慢点。海童叮嘱了他一句。战印关上门，拎着2只保温饭盒下楼去。他的保镖团呢，在楼下等着他，或站或蹲，或在绿化带那里坐着。看到他拎着2个保温饭盒下楼，保镖团个个都站直了身子，看着他，愣是没有一个人近前。咋地？他提着2个保温饭盒，他们就认不出他来了。大少爷，还是阿七反应快，快步迎上前去，体贴地从他手里接过了2个保温饭盒。战印没说话，走向了那辆劳斯莱斯。很快，劳斯莱斯便在几辆保镖车的护送下往小区外面驶出去。海童恰好在这个时候从阳台上往下看，看到那辆他经常能看到的豪车被几辆轿车簇拥着远去，也看到了他家男人的那辆东风风行商务车跟在那几辆车的最后面。遇到豪车，宁愿礼让也别抢道，万一别上了，修车费都能让普通人压力山大。这个小区里都有人开着近千万的劳斯莱斯，可以看出这个小区的高档了。不知道战印当初买下这套房子花了多少钱啊？他是在大集团上班，也说大小是个总，但他在公司的职位有多高，海童一概不知。他也没有问过他，他本就防着他，他要是问了他的工作及职位，说不定他又想多了呢。战印走后，海童浇完了花，便在秋千椅上坐下来，有了闲心上网看他回应后广大网友的评论。看到网友们都是骂那些极品亲戚，海童放心了。虽有些人会说什么事情都过去那么多年了，老人家如今生了病，年纪又大了，劝他不要再记恨老人家。不过那样的评论一出来，就被其他网友教训了。未经他人苦，莫劝人为善。位置兑换，让别人经历过后，他们是否能大度到什么都不计较？海童想，没有几个人真能大度的不计较的，不过是不幸没有砸到自己身上，才能说得轻松。略坐了片刻，海童才出门。他习惯性的先去姐姐家里看一看。今天他过去的时候，姐姐已经推着外甥出门买菜了。海童打电话给姐姐，知道姐姐没那么快回来，他便只得先回书店里。副总裁办公室，战一晨刚给自己煮了一杯热气腾腾的咖啡，从小茶水间里出来，便看到了他的大哥敲门而入。大哥，战一晨边叫着兄长边走过去。看到大哥2手各拎着1只保温饭盒，战一晨笑道：“大哥，你这是给小弟我送早餐来的吗？”战印把2只保温饭盒往弟弟的办公桌上一放，沉声说道：“你大嫂知道你和我同一间公司上班，就多做了点早餐，让我给你送一点过来，不要老是在外面吃，不卫生。大哥以前也是天天在外面吃的呢，虽说是在自家酒店吃的，也是外面。”战一晨放下了那杯咖啡，迫不及待地拿过了1只保温饭盒，边打开饭盒盖边说道：“上周6尝过了大嫂的厨艺，我还回味无穷了几天呢。滑，真是丰富多样化，卖相也好，肯定很好吃。”战一晨把2只保温饭盒都打开后，忍不住夸赞了自家嫂子心灵手巧，不仅会编织很多工艺品，连烧菜做饭都那么好吃。怪不得奶奶看中了大嫂，非要大哥娶她，还是有诸多优点的。见不得弟弟那欢喜的样子，战印状似随意地说道：“你大嫂感谢我帮了她的大忙，今天起了个大早，给我准备了丰富的营养早餐，我吃不完，才给你打包了一点带过来吧，让你尝尝。”战一晨很快他又笑道：“大嫂敢让大哥给我带过来，肯定是没有吃过的吧？”战印不说话了。早知道他就每样都尝几口，让战一晨捡他吃剩的吃，看这小子还嘚瑟不？哥还有事吗？咋地？哥亲自给你送吃的来，就心急的赶哥走了。战印不满地瞪了弟弟一眼，不经意看到办公桌的一角摆放着一件用铜丝线编织的工艺品，是一盆发财树。他端起了那盆发财树工艺品，反复地看了几遍，说道：“你这盆工艺品和奶奶显摆的那些，好像是出自同一人之手呢。”
奶奶把海童送给她的工艺品摆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，就算她不想关注，经常看着也记住了那些工艺品。大哥好眼光。战一晨坐了下来，一边吃着大哥送来的爱心早餐，一边夸赞着：“这是我大嫂亲手编织的工艺品。那天我送奶奶去大嫂的店里，大嫂恰好在赶着货，便送了我一盆发财树。大哥，奶奶喜欢大嫂不是没有原因的，大嫂真的心灵手巧，她编织的工艺品栩栩如生。我把这盆发财树摆在这里，但凡见了的人都夸好看，他们个个都跟风去网上买了几盆回来摆放。我还特意推荐了大嫂的网店给他们，让他们帮衬大嫂的生意。”战印没有说话，把那盘发财树放下来，淡冷的道：“你慢慢吃，吃完了就做事，别偷懒哈。”说完，他转身便走。战一晨含糊不清地说道：“大哥，你慢走，我不送了哈。”战印走到了办公室门口停下来，扭头看他两眼，最后的视线是停留在那盆发财树上的，不过依旧没有说什么，拉开了办公室的门走了。战一晨又不傻，他嘻嘻的笑，自言自语：“我哥这是吃醋了吧？否则不会在临走前还要盯两眼那盆发财树。”战印就是心里不太得劲，他是海童的丈夫，哪怕夫妻俩现在没有感情，可是他亲手编织的工艺品，连他的弟弟都送了，却没有送一盆给他摆摆。哼，让他开口向他要，他又拉不下这个脸。但是不要一盆发财树摆放在办公桌上，他又总是心里堵堵的，觉得自己被海童严重的忽视了。海童不知道自家男人有点吃醋，他回了店里。店里没什么事，他便又开始编织他的工艺品。沈小军看着他编织出一盆发财树后，问他：“海童，最近你怎么老是编织发财树呀？是不是特别的好销？”海童刚完成了一件成品，便停一停，休息一下，听了好友的问话。他笑道：“最近我网店的生意特别好，最抢手的便是发财树，订单太多了。会不会是你回应了后，网友们心疼你和海玲姐，就涌到你的网店去帮衬你的生意？”海童想了想，说道：“不太像，那边只把我小时候的相片放到网上去，还有我的电话号码，其他的他们一概不知。现在博文都删除了，连那些大 V 们也把他们发在公众号的文章给删了，怕被海家人连累了吧。好在有战少的八卦新闻压着那条热搜，热度不是很高。广大网友们还没有来得及扒我的工作，我就反击了，所以说是港友们帮衬我的网店生意不太可能。”提到战少的八卦新闻，沈小军就来了兴趣，他神神秘秘地说道：“我听我姑姑说，商小姐看到与你有关的那条热搜，分走了网友们的注意力，老大不爽，便暗中使力打压，就把那条热搜压下去了。”海童不知道这些，他笑道：“这么说，商小姐间接地帮了我的忙。”想到一些事，他笑道：“真要谢谢商小姐了，祝她能早日拿下战少。商小姐是商家千金，有的是前世，应该能查清战少有没有问题的。当初咱们俩那样调侃战少有问题，还好没有与外人说，以后咱们可不能再胡说八道了哈。”啊，沈小军不在意的道：“我们也就是八卦一下而已，就算战少真有问题，商小姐能知道？战少身边从来没有年轻女性，谁知道他到底有没有问题？我觉得战少和商小姐不能成的，战氏与商氏不太对付。如果两大集团以后成了死对头，你想我死，我想你死的，商小姐夹在中间左右为难，帮谁？”沈小军分析着，不论战家还是商家，大概都不会看好两个人。不过商小姐敢公开向战少表白，还闹出这么大的动静，亦是个敢爱敢恨的女子，我倒是挺佩服她的。海童略作休息，又拿来了材料，继续编织她的发财树，嘴里说道：“反正那别人家的事，我们这些人大概是一辈子都到不了战少跟前的，偶有八卦，听几耳朵便是，不必花心思放在那事上。”哦，阿姨最近不逼着你相亲了？暂时没有了，可能是我姑姑说了什么吧，要是我猜的没错的话，过不了多久，我又得被我姑叫去参加宴会。海童呀，那种事别再找我，我不感兴趣。海童一口回绝了。
他陪好友参加过一次宴会后，就不想再参加第二次。他虽不怯场，实在不喜欢那种场合。那么多美食，咱们就是去吃美食的。我也吃得起，可你舍得花那么多钱吃进那么多美食吗？你还想着存钱买房呢？沈小军一针见血。啊，海彤不说话了。彤彤，咱们是好朋友、好闺蜜，我是但凡有好事都带着你的，就这么说定了。过几天我姑姑要是通知我去参加宴会，你就陪着我去，咱们多参加上流社会的宴会，也能开开眼界。沈小军极力游说，好友舍命陪君子。小姨，周洋洋的叫喊声传来，两个人的对话中断。海彤见到姐姐牵着外甥进来，马上停下了手里的工作，起身绕出收银台。沈小军动作比他还快，早就上前去抱起了虎头虎脑的周洋，就是一阵猛亲，亲完了还举高高，把周洋逗得哈哈的笑。姐，你怎么过来了？海彤留意到时间都10点多了，这个点姐姐应该在家里准备午餐，姐夫下班回家吃不上饭，又得发牢骚了。在家里无聊，便过来看看，洋洋也吵着要来你这里。海玲摘下了太阳帽，抹了一把汗，说道：都快11月了，还这么热。管城是秋天和夏天差不多的城市，连冬天都不冷，也就是早晚才会凉爽，白天只要太阳挂在高空，就能热得人满头大汗。都10点多了，姐不用做饭。海彤不是觉得姐姐一定要做饭给姐夫吃，正常人都是中午了就吃饭的，才会这样问一句。我过来之前喂饱了洋洋，还带了奶粉过来，在这里玩到下午再回去也无妨。我等会儿和你一起叫外卖吧，或者我现在就去附近的市场买点菜回来，在你们店里的小厨房给你们烧菜做饭。你姐夫呀？饭我帮他洗好了米，放好了水，电饭煲的插头也插上了，等他回来。自己按下煮饭键变形，菜我也都洗好放在厨房里了。他想这个水煮也行，爆炒也行，随他。听了姐姐的话，沈小军笑道：海玲姐，你这是做一半留一半啊？ AA 制吗？自然是什么都要一半一半的，我都做完了，算什么 AA？ 他想要 AA 就 AA 了，以为 AA 仅是花钱上吗？海玲是被丈夫最近的行为伤透了心，在执行 AA 制这件事便特别的硬气了，非要好好的治一治周红林，让周红林以后不敢再拿 AA 制来拿捏他，威胁他。3年的婚姻，他处处妥协，替他生儿育女，让自己失去了工作，身材大变样，还要遭到他的嫌弃制裁。他要是再不反击，他以为他海玲很好欺负，老虎不发威，就当他是病猫了。海彤和小军都朝海玲竖起了大拇指，就是不能事事被拿捏了啊。AA 制是周红林提出来的，就让他尝尝 AA 制的苦果吧。以前看周姐夫对玲姐也是极好的，这才多少时日呀，就让人大开眼界了。沈小军感叹一回，哎，婚姻呀，真是爱情的坟墓，外面的人想进去，进去的人又想出来。他呀，还是不要太早嫁人吧，再过几年自由自在的日子再说吧。海玲颇有点怨恨地道，都是我婆婆和大姑姐挑唆的，她又太偏信她的家人。上次海彤和战印买过去的礼品，我当时因为 AA 制的事气得恨了，就把礼品都拿回我的房间。海玲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，海彤进了小厨房里，从冰箱里拿了一些水果出来，清洗后端出来给姐姐吃。沈小军则是给海玲倒来了一杯温开水。喝了几口水，海玲也不怕家丑外传，她今天过来就是憋了一肚子的委屈及火气，想向妹妹倾诉的。再不找个人倾诉，她怕自己憋成了抑郁症。况且沈小军也是认识多年的啊，嘴巴还是很牢固的。她说道：我隔天起来的时候，那一家子已经被周红林送走了，走就走了。我是巴不得他们走的，可是他们走之前把彤彤夫妻俩送过去的礼品全都拿走了，就连给洋洋的玩具也被我大姑姐拿走了几样，我气的呀。周红林还说我们家不缺那些东西，让他姐带回去吃啊，他姐家就缺这些东西了。他姐夫妻俩都有工作，有收入的，孩子都是我公婆在帮忙照顾着。公婆年轻的时候买有社保，
现在夫妻两家一起领到的退休金也够吃吃喝喝了，但还要红林每个月给多少钱，不就是补贴了他姐姐一家吗？他姐夫妻俩的收入都是存起来的了，花2个老人家的钱，花弟弟的钱，弟弟没有家室，弟弟愿意给姐姐花，谁也不能说什么。但我们是有小家的啊，还有房贷要还，还好意思花弟弟的钱来养家？海玲对自己的丈夫拎不清，明知道父母拿着她的钱补贴闺女一家了，依旧每个月雷打不动的转钱给父母，却对她抠抠索索的，早已一肚子的火气。也骂婆家人都会装，婚前个个都装得那么好，一装还装了好几年，成功的骗过了她。她一过门，怀孕生娃了，就露出了真面目。儿子养自己的父母，这是好，应该养姐姐一家子，算什么事？我也不是叫他完全不给钱，就是叫他少给点，存点钱给杨洋上幼儿园，人家当我是耳边风，反过来与我 AA 制呢，好像我花了他多少钱似的。海玲都后悔当初早早就辞职回家当家庭主妇了。女人一旦没有了经济来源，一分一毫都要伸手向男人要的时候，那腰不自觉就弯了，直起来说话的底气都没有了。她算是尝到了这种苦楚。她还好有妹妹给她撑着，花钱上还是轻松点的。沈小军听得啧舌，说道：多数当父母的都喜欢补贴儿子，怎么到了周姐夫这里，却是从儿子这里要好处去补贴女儿的呢？女儿要是过得很困难，还说得过去，又不穷，他们也有房有车有存款。海彤是早知道姐夫一家人的嘴脸的，她从小军的怀里抱过了外甥，对姐姐说道：姐，你现在就开始去找工作，杨洋可以送到我这里来，我白天帮你照看着，不为别的，只为以后你和姐夫真过不下去了，争杨洋的抚养权，你也有底气。要是没有收入来源，你拿什么和人家争抚养权？沈小军吓了一跳，但想到周姐夫一家极品，又觉得海玲姐早晚都会离婚的。有那样的老公，那样的公婆，有大姑姐，能忍一辈子的人，绝对是天底下最牛逼的忍者神龟。海玲看着儿子说道：再熬2、3个月吧，很快就过年了，过了年杨洋又大一点了，把他送到幼儿园去，下午你去幼儿园帮我接一下他就行。工作他肯定是要找的，哪怕无法像婚前那样重新当公司的高管，以他的能力也能找到一份称心的工作。海彤嗯了一声，他亲了亲外甥，逗着外甥：杨洋想上幼儿园吗？不想，小家伙现在这个年纪就喜欢黏着母亲。海彤笑了笑，对姐姐说道：姐想好把杨洋送到哪家幼儿园了吗？想好了，周末就带杨洋去那家幼儿园玩一玩，熟悉一下环境，他玩得开心了，就不会抗拒上幼儿园。周末很多幼儿园是会允许家长带着小朋友入园参观玩乐一下的。海玲嗯了一声，又说道：还有一件事，我也气得半死，我那个大姑姐跟你姐夫说，要把他大的2个孩子转到市里来读书，住在我家里，叫我帮他接送孩子上下学，给孩子做饭，还要辅导功课，这是把我当成免费保姆了。你姐夫说愿意多给我1500的伙食费，说什么我带一个孩子也是带，2、3个也是带，我自己生的，我再苦再累也要带着，但别人家的孩子我干嘛吃力不讨好？还说要把房子过户给他姐，这样他姐有了学区房，2个孩子上学就容易些。简直就是脑子进水了，房子过户出去以后还能要回来吗？海彤和沈小军听的，平时他们在网上倒是看到过一些网友说过这样的事情，没想到海玲也遇到了。海玲既然都倾诉了，也不在乎说多少，她又喝了2口水，继续说道：彤彤，我也跟你姐夫说了，如果他要把房子过户给他姐，就把房子的装修费还给我，免得我到时候什么都得不到。当初装修那房子可是花了我40万元呢，他工作多年的积蓄全都花在了经营那个小家上了，他不还我装修费就离婚，离婚我一样要回装修费。彤彤，你平时帮我留意一下，哪里有适合的房子，我到时候租房子住，你姐夫再这样拎不清，我和他的婚姻很快就会走到尽头。丈夫对她的冷淡嫌弃，她都看在眼里，感受在心头。以前还没有心凉到想离婚的地步，是最近遇到了2次麻烦，丈夫以及婆家人的态度
让海玲心凉了。他开始考虑离婚以后的事，总要安排妥当，做好准备。房子是周红林婚前买的，他分不到，但装修费是他出的，他一定要回来。这2次遇到麻烦，他的态度也让我心凉得很。海玲说着说着眼睛都红了。姐妹俩好不容易熬到有点出头之日了，她却嫁了这样一个男人。也怪她有眼无珠，被周红林骗得团团转，以为嫁了个好男人，谁知道嫁了个极品。很快海玲便说道，不过也不是所有男人都像周红林那样的。小军，你别被姐的婚姻吓得不敢嫁人，那就是我的罪过了。她还记着妹妹这个好友未婚，如今正被家里人催婚呢。沈小军笑笑说道，我知道不论男女都有极品，嫁不嫁人得看自己有没有喜欢的，愿意付出一生的对象，我不会受玲姐的影响的。不过以后嫁人吧，我肯定要好好考察过对方一家人的品性，才决定嫁不嫁呀。他妈常说的嫁人不是只嫁给那个男人，而是嫁入那个男人的家庭，要融入他的亲人朋友圈里，学问多着呢。沈小军偷瞄2眼好友，心里佩服得很。海玲姐这样的婚姻明显是不好的了，只是有了周洋，就算要离婚也不能冲动，得给自己安排好后路，让自己的条件变好，有资格有底气与男方抗争了再离婚。海彤与战印却是闪婚，婚前双方都不了解对方，甚至不认识对方，这样的婚姻需要很大的勇气。沈小军认为自己就没有这样的勇气闪婚一个陌生男人。虽然目前来看战印还是比周红林强的，至少在海彤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战印都倾力帮忙，从不落下，但他还是和海彤签了半年协议。仅这一点，沈小军就觉得心塞，对好友的未来颇为担忧。海彤没有说什么，有些话呢，他想私底下和姐姐说。000，海彤的手机响了起来，他拿起手机看了来电显示，便把周洋交给姐姐，说道，是战印打来的，我到外面去听电话。海彤怕夫妻俩的通话被姐姐听到，知晓2个人的秘密，才会躲到外面去接听电话。他这个举动落在姐姐的眼里，却是小夫妻俩想说悄悄话。海彤走出了书店，距离拉远了，确定姐姐听不到夫妻俩的对话，他便接听了战印的来电。战先生，怎么啦？电话那头是沉默，战印一声都不吭。海彤以为没有接通，把手机从耳边移开，看了看，确定是接通的了，便又问着那边的男人，战先生，你在听吗？能听见吗？战印总算嗯了一声。哎，他再不吭声，那丫头肯定会挂电话的。战先生，怎么了？海彤再问了一次。战印也不知道自己打这一通电话的目的是什么，意义是什么。他就是刚好结束一场会议，回到办公室里，略有几分钟空闲时间，他就打了这通电话。在海彤接听电话时，他又后悔了，因为他真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打电话给海彤。你老家的亲戚有没有联系你？战印总算找到了个借口。他们给我发了很多信息，我看了几条就没看了，他们要求我删掉回应热议的博文，可以不用我们出钱，话里话外不觉得他们有错，还骂我赶尽杀绝呢。不用删，就让广大网友好好的看看他们的嘴脸吧。我不删，这一次我非要他们低头公开向我姐妹俩道歉，并保证以后不再拿捏我们，免得以后遇着点什么事又来一次这样的手段。战印嗯了一声后说道，经过这一次，他们应该不敢再折腾，海家人只会后悔。你平时中午去哪里吃饭？在外面吃。战印答道，随即反问，你想请我吃饭？海彤笑道，你要是有空，我就请你吃饭，你帮了我那么多，我感激不尽，无以为报，只能请你吃饭了。不过你别挑太高级的饭店，我怕我请不起。战印很想笑，既想请他吃饭感谢他，又怕他去高级酒店，他请不起。他该说他有诚意呢，还是没有诚意呢？中午休息的时间不多，下班高峰期，附近的餐厅人太多，你真想请我吃饭，晚上早点回家，亲自下厨给我烧一桌好吃的就行，不过量别太多，咱们夫妻俩也吃不了那么多。
他是再也不会打包给战一晨吃的了。凭什么他老婆烧的菜要打包给战一晨吃？是他亲堂弟又怎么样？想吃家常菜，就让战一晨自己娶个老婆回家，便可以天天吃到老婆牌的家常菜了。战一晨，我哥果然在吃醋，呵呵，打脸了。前段时间还说什么绝不吃醋，不知道醋的味道，不知道现在他哥知道醋的味道了吗？海童笑道：那行，我今晚早点回家买菜做饭，等你回来吃，辛苦你了。战印不认为当妻子的就一定要做饭给丈夫吃，海童肯做给他吃，他自是要带着感激之心。他要上班，海童也上班，都有工作，没有谁比谁轻松的。一个家庭想变得幸福美满，需要夫妻双方共同付出，共同经营。夫妻俩通话时长不足5分钟便结束了通话。结束通话后，战印看着自己的手机片刻，便把手机放在办公桌上，嘴里嘀咕着：我这是鬼上身了吧？莫名其妙的，没事找事给海童打电话啊，他真的是鬼上身，做了莫名其妙的事。000，手机又响了。战印猛地拿起手机，心里竟然期待着是海童的来电。等他看到是个陌生的手机号码时，心里掠过了点失落，很快就被他忽略了。他接听了这通陌生的电话。战印刻意放柔的声音带着点嗲气，这嗲气也是刻意装出来的。战印听得眉头紧锁，都不给对方再说话的机会，就把电话挂断，又把这个号码拉入了黑名单。因为是商小飞，这个女人居然要到了他的联系电话，谁给他的？商无痕。商无痕并不看好他和商小飞。商小飞每次来战氏集团门口折腾，都是商无痕或者他太太亲自来接走商小飞的。他的联系电话肯定不是商无痕给商小飞的。也不知道哪个人出卖了他。战印在心里骂了一遍那个出卖他的人。对于商小飞的大胆示爱，公开追求他，战印嫌弃得很。他天性对感情淡漠，奶奶说他对亲情还好，对爱情呀，简直就是一块又臭又硬又冷的顽石，没有他老人家的操心，他注定要当光棍的。海童把手机往裤兜里一塞，正准备回店里，就看到姐姐从店里出来。姐，你去哪里？我去买菜给你们做饭，中午别吃外卖了，外卖吃多了不好。童童，你看着洋洋吧。海童没有阻止姐姐去买菜做饭，叮嘱姐姐骑车小心点。他没有开着他的新车来上班，依旧骑他的电瓶车，方便快捷，实在是怕上班高峰期被堵在路上。姐，我给你转点钱。不想让姐姐动用到姐夫给的伙食费，海童给姐姐发了一个红包。海玲骑着电瓶车走远了，帮妹妹买点菜的钱她还是有的。目送着姐姐远去了，海童才回到店里。周阳不是第一次来这里，跟沈小军也熟。就算妈妈把他撇下了，他也不哭不闹，反而在店里走来走去，摸摸书，又摸摸笔，很好奇的样子。你家那位找你。沈小军冲他挤眉弄眼的，上班时间还给你打电话，想你了吧？他是问我老家那些极品有没有联系我。沈小军哦了一声，那也是他把你的事放在心上了。童童，你和战先生或许真可以试试的，相处的时间长了，是觉得他不错，顺其自然吧。战印依旧防着他，抗拒他的接近，他不想激进，顺其自然就好。想到今早那一吻，其实就是四唇相触，谁都没有更进一步，也足够让他惊讶的了。想到战印在男女之事上的纯情，海童觉得自己是捡到了宝啊，这年头那个岁数的男人还能如此纯情，少有。也从侧面说明了战印对待感情真的很冷漠，怪不得奶奶极力给两个人牵红线。没有奶奶操心，以战印的脾性，50岁能娶到老婆，都是老天爷的厚爱。小军，你说送礼物给男人啊，都送些什么？你想送礼物给你家那位，他帮了我那么多，我心里感激，便想表示表示。沈小军很热情的道，我看我妈平时给我爸买东西都是衣服呀、领带呀、手表呀，或者就是鞋。我爸喜欢喝酒，我妈偶尔会买几瓶美酒送给我爸品尝。海童，我不知道他穿多大码的衣服，他的衣服也是清一色的黑，我还提议过让他换一换衣服的颜色，
他当时就变了脸，然后口气特别冷，让我不要管他的穿衣问题。小军笑道：“你家那位长得威严，表情严肃，一身黑色西装，让他更显冷酷无情，一看就知道是职场里的常胜将军，不知道多少人被他打败挤走的呢。你想想，他喜欢什么就送什么给他吧。”海童头痛，问题是他不知道他喜欢什么呢？你问问战奶奶不就知道了。沈小军给好友提了个醒，海童一想也对，便打电话问战奶奶。战奶奶听到海童问大孙子的喜好，顿觉得夫妻俩似乎有点戏了，乐呵呵的把大孙子少有的那点喜好都告诉了海童，连大孙子平时喜欢穿什么颜色的内裤这种隐秘之事都告诉了海童。战印的衣服都是定做的，做好后会有人亲自送上门，老太太看到过，便知道大孙子喜欢穿什么颜色的内裤。童战印特别喜欢的东西不多，你也不用太在意，就随便给他买几身衣服就行了，他穿的尺码奶奶也告诉你了，万一我买的衣服他不喜欢呢？老太太笑道：“你送了就是你的心意，他穿不穿是他的事，不过我觉得他肯定会穿的。”那小子有点闷骚，老婆给他买的衣服，他就算表面嫌弃，实际上也会穿上老婆送的衣服，回公司秀上一回的。别看他老婆子不再管公司的事，但大孙子在公司里的一些事情，他老人家想知道的时候还是能知道的。战印就老是在苏南面前炫耀有老婆的不同。奶奶的话让海童决定还是给战印买2套新衣服，2条领带。因为战印少有的那点喜好，他计量了一下自己的钱包情况，觉得自己送不起。他向来实事求是，多少钱就做多少事，绝不打肿脸充胖子呢。有了决定之后，等中午忙完后吃了饭，海童便骑着电瓶车去逛街，顺便送姐姐和外甥回家。姐，你回去后，姐夫可能又会跟你吵架。他们在忙碌的时候，姐夫打了电话给姐姐，在电话里质问姐姐为什么不做饭。他听到姐姐的回话，用脚趾头想，也知道被姐姐照顾的像大爷似的姐夫有多生气。海玲默了默后说道：“我敢做出来，就不怕和他吵架。童，要是有一天姐真的跟你姐夫离婚，需要你帮助的时候，你可得帮帮姐姐，放心吧，姐一定能重新站起来的。他就是经济问题，需要妹妹帮一把，不过是借钱，不会让妹妹给他，等他重新站起来了，他会还给妹妹的。姐，你说的哪里话啊？你的事就是我的事，不管你做出任何决定，我都坚决站在你这一边。连战印都说过，有什么需要他帮忙的，尽管开口。”战印就很不喜欢和姐夫打交道。战印很好，你好好珍惜，好好经营你们的小家，别涉上姐的后尘。姐最后悔的就是听了你姐夫的鬼话，信他会养我，离开职场回归家庭，结果男人说我养你都是鬼话。姐，我会的。送姐姐到家后，海童坚持要送姐姐上楼，想着姐夫要是敢对他姐动粗，他就跟姐夫拼了。数分钟后，海玲开了门，抱着半路上就睡着的儿子进屋，海童跟随着。你死去哪里了？现在才回来？我以为童来了呀。周红林系着围裙，手持锅铲从厨房里出来，脸色特别难看，本想对妻子一顿骂的。见到小姨子来了，他想骂人的话便咽了回去。姐夫还没有吃饭呢。海童明知故问。周红林瞪了妻子一眼，海玲当作没看到，抱着儿子回房去。周红林便向小姨子告状：童，你看看你姐，就是在家里带个孩子，其他事都不做。我上班回来还得自己做饭，这有老婆跟没老婆有什么区别啊？海童听得心里窝火，合着他娶他姐就是给他当免费保姆的。